一位住在老旧木造公寓的朋友，平日与邻居关系淡薄。某天，他被邻居指责半夜在抓墙壁，尽管他对此毫无印象，但是几天后，他在半夜里也被抓墙的声音惊醒。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德瑞。这是我朋友遇到的事。他一个人住在某栋建龄在30到40年的木造公寓里，就像大部分人一样，他跟邻居的交情仅仅止于遇到会点头打招呼的程度，很少会跟邻居唠家常。朋友搬到这栋公寓也有半年了，但他基本上连隔壁邻居的脸都没见过。有一天，他碰巧和隔壁邻居擦身而过，邻居对他说：“拜托你，可不可以不要半夜在那边抓墙壁，吵得我都睡不着觉了。”朋友一头雾水地说：“我没有抓墙壁啊，而且半夜我已经在睡觉了。”但是邻居依旧不依不挠地说：“你下次再这样，我就去跟房东讲。”丢下这句话后，邻居就回房间了。朋友完全没有印象有干过这种事，和邻居的来往真是件麻烦的事啊，真的是太难了。隔天晚上，朋友下班回家后累到直接躺在被窝里睡着了。当他睡得正熟的时候，突然墙壁传来砰的一声敲打墙壁的声音，他被声音吓醒。睡眼惺忪的朋友抱怨说：“隔壁大半夜的在干嘛呀？敲什么墙壁呀？真的是。”虽然朋友被突然来的声音吵醒，觉得很火大，但是因为真的很累，而准备继续睡的时候，他听到好像在抓东西的声音。难道是老鼠吗？朋友环顾了四周，只有月光洒入昏暗的房间。突然他发现，刚刚隔壁邻居敲打的那面墙壁边上，有个5岁左右的小男孩正面对墙壁坐着，然后那个小男孩不断用手抓着土墙，发出咯咯咯咯的声音。朋友吓得动弹不得，原来隔壁邻居说的是真的。过了5到10分钟左右，朋友一直躲在棉被里观察那个小男孩。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问那个小男孩：“那个小弟弟，你在干嘛呀？”然后小男孩转过头跟朋友说：“我妈妈在里面呀，